从圣萨尔瓦多离开后，便搭乘着飞机抵达到了我在南美洲的第一站——秘鲁、利马。这个一个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迷人城市，秘鲁的首都，也是这国家最大的城市。从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桌上看着我的电脑上的 Google Map， 想象这里是我在南美之旅的起点。一直到下了飞机的那一刻，还有一种有说不来的感动。到了我最想到达的城市，这个城市的位置就在太平洋的旁边。一到达的时候，我就能看到美丽的海滩和壮观的悬崖景观。待在这里的几天，几乎我的每一天都去了海岸线的步道上面散步，去感受那太平洋温柔的微风和这座城市的脉动。在这里看到了人生最美的夕阳。利马是一个拥有近1000万人口的现代大都市，同时也是南美洲的第4大城市。这里本身的海拔较低，大部分的区域都在海平面以上约0到500米。但是，实际上城市周围的地理环境却是相当多样化。北部和东部被安第斯山脉的雄伟山峰耸立环绕，西边则是面向着浩瀚的太平洋。这里是南美洲唯一建立在沙漠中的首都。这次主要我去了3大区域：巴兰科区 （Barranco District）、利马历史中心 （Centro Histórico de Lima） 跟米拉弗洛雷斯区 （Miraflores District）。这3个大区域是一般观光客来到利马的时候必访的地方。我在这里的第一站是巴兰科区，该区被认为是利马最浪漫、最波西米亚风格的地区。这里也是我这几天居住的地方。在整理完行李后，我便先到了巴兰科的主广场看看，位于巴兰科的市中心。在广场旁就是一座经典的拉丁美洲天主教堂 Parroquia La Santísima Cruz， 这是一座相当简单但美丽的教堂。接下来我就走进这个古色古香的小广场，这里非常适合散步，或者是坐下来看当地人活动，享受美好的一天。广场是巴兰科市政府总部，市立图书馆都设于此。眼前看到的市立图书馆相当美丽，这栋粉色的建筑主要是用木头建造的。这座建筑虽然古老，但保存状况良好，就跟这个小广场也是如此。在这里，有种给人一种时间静止的感觉。这个广场周围有很多不错的吃饭的地方，如果想要喝咖啡或饮料，有些餐厅跟酒吧。附近也有星巴克、冰淇淋店、肯德基和一些当地餐厅可供用餐。接下来，我便往叹息桥 Puente de los Suspiros 的方向前进。虽然这只是一座小木桥，但背后却有一个爱情故事。传说中，一位富翁的女儿被禁止与她心爱的男人见面，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。她伤心欲绝，站在卧室窗前，忧郁的叹息，甚至每个过桥的人都能听见。因此，现在当人们过桥的时候，许下一个愿望，屏住呼吸，从桥的一端走到另一端，愿望就能实现。许多年轻情侣会将写有自己姓名的挂锁放在围篱上，将彼此的生命在这里做上记录，表达互相的爱意。走着走着，就在桥边附近的拐角处，有一座古老的教堂。我看到了一群刚下课的学生，开始在那里开心地踢起了足球。接着，从桥上走楼梯下到小巷，精美的艺术壁画随处可见，是许多当地艺术家、音乐家、设计师和摄影师的办公室或是住家。许多的壁画艺术和创意都非常的强烈。
这一区有趣，值得过来，建议半天到一整天，漫步街道，参观周边的画廊跟博物馆，品尝这一区的美食。隔天，我参加了住宿的 free walk 行程，导游会来住宿这里接送，跟教你怎么坐公共交通工具。我们大约是7到8人过去，住在 Barranco 区的我们，坐公车过去的话，大约是1小时。一早我们会先抵达圣马丁广场，广场中心是秘鲁的殖民解放者和西德圣马丁的纪念碑。这里就跟许多的南美洲广场一样。来到这里，你会觉得你在欧洲。这一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保存着许多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精美建筑。仁慈圣母圣殿与修院是秘鲁利马的一座宗教建筑，它的历史与这座城市一样古老，创建于1534年。最初的教堂为木质结构，目前的砖砌教堂是第2座。其主要特征是装饰繁复的巴洛克立面，而教堂的内部相当的华丽典雅。接下来，我们去了武器广场。政府宫、大会堂与利马大教堂都在于此。不过，我们拜访的时候，广场被围住了，不能进入。我们通过了好几个街口。当天似乎有军队的游行，有相当多军人在街上。最后，我们去了圣方济各修道院与地下墓穴，这里我觉得相当值得参观。修道院内有一座美丽的教堂。和有个2万册古老手稿的图书馆。要留意的是，进去里面的时候不能摄影、拍照。第3天，我来到了米拉弗洛雷斯区，利马最繁华的商业和旅游区。这是一条从太平洋悬崖海岸线延伸出来的一系列的公园和绿地步道。这条长约6公里的海滨大道横跨米拉弗洛雷斯区，是当地人和游客最喜欢的休闲场所。当地人称呼这海岸区为 Malacan。这边每走一小段路就有一个公园，这里的周围环境优美，海景令人惊叹。首先，我来到了 Love Park 爱情公园，这是因为其中央的 El Beso 雕塑，一个描绘了一对正在热吻中的情侣雕塑而闻名。如果是情侣的话，可以到这里走走，我觉得是一个相当浪漫的地方。这条海线步道走起来平坦轻松，适合散步、跑步，有许多绿地可以供狗儿和孩子玩耍或野餐。在步道上，你还能看到一些运动设施，像是网球场。虽然这里有来自海洋的凉爽微风，但是还是建议下午、傍晚时到此，温度会比较舒服。接着，我继续往 El Faro Park 前进，那边主要有一个灯塔。我看到了有些人在玩滑翔伞，比较勇敢的游客会在这里起飞，从空中俯瞰着利马海岸线。再往前走一小段步道，就能看到一个中式公园，内有熊猫雕像、弥勒佛与凉亭。中国文化在秘鲁深耕已久，与中国大陆有着深厚的联系。在19世纪的时候，
当时就有许多中国移民，从广东出发的中国人，经过了4个月的行程，过来这里当华工，最后选择在秘鲁安顿了下来。所以，除这里有中国城，另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有许多中式餐厅跟饮食，当地人称为七法，来自于吃饭的音译。在日落时分的时候，我便往回头走，朝拉科姆走去。这是一个独特的购物中心，我是第一次看到建造在太平洋悬崖旁的百货公司。在这里吃完了晚餐，我才回去。很特别的是，这里大部分的餐厅都设在外面靠近海岸，可以边看着壮观的太平洋边吃食物。这里的黄昏很美，许多人吃完饭就开始在这里欣赏日落。结束后，我在 Armendariz 这条主要的道路上走了一下。晚上的夜景非常漂亮，你可以看到下面的道路充满了车灯、街灯，照亮了整条路。隔天晚上是万圣节，我出去走走看看，感受当地的节日气氛。我再度来到了 Barranco 的主广场逛逛，这里非常的热闹。我发觉万圣节在秘鲁是一个隆重、热门的活动，甚至比北美的许多地方，他们更在乎这个节日。很多的大小朋友都装扮成自己最喜欢的角色，或是创意服饰，进去餐厅、商店里面 trick or treat， 不给糖就捣蛋，用塑胶南瓜要巧克力和糖果。年轻人则会穿上盛装，精心打扮，彻夜狂欢。夜店街上有举办许多派对、化妆舞会等，店家的内装也精心布置。如果你是这个期间到访的话，晚上不妨过来，相当的值得一看。好了，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。